好，我们现在来教的是一个这个立体剪裁的带子哈。那它长这样子，先画出来好了，因为我怕等一下讲解这个那个布料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大家看不清楚哈。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版型长得有点奇怪，而且它是立体裁剪，需要纸型合并什么的，所以我不太会把它那个版型弄到那个电脑上，不太好用。我的那个电脑绘图没那么厉害，所以就在纸面上讲解哈。那它本身呢是没有做一个底啊，一个底部，跟也没有做打角。它完全是靠那个剪接线跟这个纸型的合并呢，让它呈现出一个立体状，好，让整咖带子本身就这样很有立体感。好，那这两条剪接线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我们要制图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因为我们带子本身要立体感的时候呢，上面必须要合并，好，纸型必须剪开合并。折子的部分哈，比如说你的版型是打这样的时候，那你的剪接线在这里，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剪接线是平面的。那如果你要让它立体呢，你就必须抓折子，那你这个部分的纸型就必须要把它画顺。然后呢，如果你的带底是要有立体的，你带底也可能需要画折子。好，那可是这样折子比较呆板，所以我会建议说，你们直接这里画一个折子之后，把纸型合并过来之后。它自然而然这一片剪接线会跑过去，这样听懂吗？就是把这个折子合并之后，好，折子合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按那个，就是像，折子合并哦，就是像这样子一块布哈，然后它有一个折子，我们把它这样并起来，它本来是直线对不对？那我们把它并起来之后，它是不是线就会歪拐？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的纸型就要会画，那这咖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带子呢，比较如果你有版型的，其实就好做许多，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还要教呢？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呢做了一个隐藏式的口袋。那这个隐藏式的口袋，你从正面可能是看不出来，因为我还加了这个圆弧的装饰线。那你不加装饰线，当然也是可以的哦。然后，可是，那个做的这个隐藏的口袋呢，所以它这里会有一个口袋的这个形状哈。那你这个口袋的形状，你就必须跟这一片布来合并，这一片的纸型来合并，这样子你的剪接线呢，才不会从侧面一看就会看到剪接线。我现在讲这么多，你可能听不懂，可是等一下我车完到最后，你再回来看前面这一段，好不好？你就会听得懂。好，所以这个口袋的部分我们要注意。那口袋的这个画法呢，你的这个上面必须要跟这里连接，不然呢，只要装重一点的东西，你的口袋就会歪斜过来，你的带型就会歪掉。所以要记得说，这个口袋的部分呢，你的纸型要记得画上来，跟这个带口合并。那因为它整咖带子是立体的时候呢，你的带口就不会变成直线了。好，如果你变成直线的话，它也是比较不是不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要做一个立体带的时候，它这里因为纸型合并的关系，它就会变成一个弧度。也就是说，我们在裁剪布料的时候要小心。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裁片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左边这一侧哈，加上这个口袋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口袋的部分，所以呢，你口袋部分有一边，你就还有另外一边，你才能变成一个口袋。我觉得这个影片一定会拍很长，我被漏洗，所以我刚已经先盛好一杯水端在旁边，放在旁边了，可能会讲到一半会口渴。然后呢，另外一片的纸型呢，就是右边这一片好的纸型，好，就是这一片，所以呢。你们在剪布，当你们收到材料包，如果你有订材料包，或是你自己有打版型，你要剪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左右的方向你要对好，有没有听懂？左右要各一片，然后呢，这个里部这个口袋的部分呢，你要一片刚好正对正，好，这样相对。然后后片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后片我们就没有做口袋，所以后片的话它的剪接线就简单多了，就变成这样。那中间是一个这样子的。梯形的部分，好，这样子，那你就会看出它其实是有点弧度。那这个弧度的这个弯度呢，要多弯，在于你折子的大小，好，还有上面你收口的大小。也就是所以呢，我们的带口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弧度。
这样你做起来的时候，你才不会歪歪的，整个袋子才会平。那我不是说我前面有做一个那个小弧度吗？那你小弧度的地方呢，我会建议大家你们在剪布的时候不用布料先剪弧度啊，你可以把秤剪弧度就好，直接贴在布上，然后等到你车完之后再把缝缝修剪掉就好了。好，那基本上我们的那个袋子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车咯，好不好？那当然我拍影片的话不是，我是纯粹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有买，你们会自己制图的话，我刚已经教了大约的，你们可以制图。那当然我就是要服务我的客户这是一定要的。就是说，你们如果买了纸型图解，你还看不懂你们买了材料包还看不懂纸型图解，你就可以来看这一篇。那我们就现在一样，从这个无为不为的先车。那我们有提带的部分呢，就是先把它车起来。那提带的部分为什么我先车起来呢？因为这个我以前教过了，就不要浪费时间，因为刚刚讲解那个已经讲很久。接下来我们就来车这个弧度的地方。那这个弧度的地方呢，我们就必须先把它车起来备用，车起来像这样子。那我们先来车它，然后呢，我因为这个有弧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把那个什么熨斗乖乖准备好了，要不然它不平的话很丑。那我们车弧度的时候呢，这个尖尖角角的地方你一定要车到，这个底的地方你一定要车到那弧度的地方呢，你就那个针距不要调太大，免得一下子就车过头，然后就慢慢车。所以呢，它有一点点似乎有一点点背弓，对不对？可是它的效果很好。那有些人他可能不喜欢这种比较太可爱的感觉，你就可以不要车这个弧度，因为它就算没有滚边，带型一样美的不行。像这样，好。把弧度都剪完之后呢，把弧度都车完之后，这个点你一定要车到然后我们就来把多余的缝缝剪掉，这样你是不是好车很多就是你在剪布也比较不麻烦。然后剪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顺便把牙口打出来，小心不要剪到你刚刚的车线我们厝边会乌头卡轰轰叫，跟它恐龙的，有一点吵。不过大家都有那个。装修房子的时候要互相包容体谅，所以差都差啦无，把它剪好。那我们的缝缝不要留太大，你留太大的话，你等下翻到正面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看。然后这个顶端呢，你一定牙口要确实的剪好，小心不要剪到线可以剪多贴你就剪多贴只要不要剪到你刚刚车缝的线就好了。然后就把它翻到正面来。那这时候我还是会建议大家用熨斗把它烫一下，比较漂亮，像这样子白白，所以我给做水。所以我今天一定会稍微离开一下去用熨斗，因为还有别的地方用熨斗，所以我就有吗？好像也没有，没关系，我先来开熨斗，等一下来看。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个其他的地方先车起来。就是这个厚片的地方，我们在等熨斗烫的时间呢，就来做这些其他的事。好，首先呢，你看到这个梯形，它就必须要跟两片这个很像欧希记的米糠，也不像一半的乌鱼子的东西我们就要那个把它拼接起来。好，来把它车好。这个比较弧度的地方是边缘的地方，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弧的地方是剪接线的地方，所以就把它车好。来。对好之后，你们可以用珠针像我都是稍微瞄一下我就车了啦。那我知道大家比较认真你们就用珠针对准这个角胶。后面的话，你们要别针，要再别针也可以。基本上，如果你别珠针的话，就是穿过去，只要有刚好到边缘线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上下要回针，然后把它车起来。这个是后片的部分然后另外这一面也要车，我都大约看一下就车了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有些人他会觉得比较喜欢工整一点的，你就别珠针慢慢的把它车起来。好，你看
看哦，我们光是车这样2条线，因为版型有子型合并的关系呢，所以你看它本身不会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带型就是这么立体啊，你有没有看到？不会碰碰吧？那等一下它跟另外一片正面接的时候呢，它的带型整个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弧度哈，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练习一下怎么学习一下怎么子型合并。那子型合并这种东西，就有时候你在网络上要讲，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讲，因为我合并完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提供现成的图给你，可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概念，让你自己去合并。因为给你现成的图，它就是平面的，你就没有办法合并的那么漂亮。好，那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有2个方式：一，你就是把这个缝缝烫开，好像这样缝缝把它烫开，好，用熨斗去烫。第2个呢，你也可以直接压线压在这个里面的部分，好，就直接压0.1。那我就压线给大家看好了，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熨烫，那你就可以像这样子直接压线。那你当然你要车的话，最好就是挑，比如说像这个黑色底的，你就挑黑色的线，好，那就压在0.1的地方。那我车给大家看，就直接压白色的线，要不然你马看不，根本都不知道压到哪里去了。好，其实我是懒得换线了，讲得那么好听，就是懒得换线，想说没关系，我这样压给大家看呢。你看，即便是压线哈，也是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立体感，哈，它还是一样这个弧度很自然的就可以呈现出很漂亮的这个弧度。好，接下来呢，我的熨斗应该已经好了哦。还没好的时候，我先告诉大家一下里部哈。那里部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合并的地方就合并。那当然就是里部的话，你没有跟着那么蓬是还好，所以我就用抓折纸的方式。那有里带的话，我们就顺便先把它贴上去。那抓折纸的方式呢，在那个，就是如果你要跟表布一样接也是可以，一样切成3片也是可以。那如果你要里部的部分。有时候讲子型就是这样，有点麻烦，不是面对面讲哈，有点麻烦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剪里部的时候，你又不想切3片，你可以先把这个子型的地方呢，先让它合并起来之后，然后只留下面折纸的地方，这样你的里部呢就可以变成一个长这样子的形状。好，就像现在这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折纸的部分车起来。好。那我都有事先画好记号，所以你们要画记号哦，看要该车到哪里就车到哪里，知道吗？那因为弧度的那个装饰线呢，我觉得基本上它就是装饰嘛。那装饰的话，你就不要让它太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去把那个弧度的地方呢，稍微把它烫一下。等我一下哦。好，我熨烫完回来了，你看烫完之后，它就像这样扁扁的哈。那虽然每个弧度看起来好像会有些许不同，但是你不要太在意哈，一点点不同是没有关系的。你车上去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就碎耶。好，那重点我现在教大家，你怎么样呢？把你这个弧度的地方呢，这个宽度切得很漂亮，好，就可以缝得很整齐。你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一个就已经车好一条线了？那这条线呢，我们可以看看说，就是说。你拿出你的方格尺，我觉得手做的人哦，方格尺蛮重要的。然后那个像我这个宽度这个地方，我就会抓一个等距，就是说你这个方格尺的这个3公分的距离，刚好跟这个弧度平，你每一个弧度就要对准这个3公分的那一条线，有没有看到？然后这时候你就在这里画一条线，这样呢，你的这个每一个弧度的这个高度就都会一样，它的宽度就都会一样，知道吗？你在这个顶点的地方都要对准同一条线，有没有看到？让它弧度的地方对准同一条线，没对准你就稍微这样瞧一下，因为当你车成弧度的时候，它容易弯弯的，所以你用这个方式的话，你就很容易可以找出每一个点它都会一样高。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把它这一条刚刚画的这条线呢，就把它车起来。那这个距离要多宽呢？我自己是大概用3公分去做准则。好，先去压一条线，压完之后呢，我再来把缝缝呢剪的剩下0.5，
这样子呢，你的宽度就可以一模一样长哦，你就不用怕说有些宽有些窄，知道吗？你也不用说剪布的时候就对得很辛苦，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又快又方便，而且左右两边还可以蛮平整的，有没有看到？它就可以很平整的对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这个比较，复杂，说复杂也不复杂的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口袋的部分。那我现在教的这个口袋的这个做法，你不一定要在立体的袋子上面做，你一般平面的袋子，你也是可以做隐藏式口袋，只是说我们做了立体的这个袋子呢，是配合剪接线，那做法是不变的哈，做法都一样，只是版型不同，好，那做法都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来先把这个装饰的这个弧度呢，先车上去，压在这个上面。直接把它车上去哦，好，左右两边都车。那我会建议说，大家那个布衬贴完之后，把缝缝修的差不多大，好，这样你在车的时候就不用对很久。来，把这个车上去。那我刚刚是在3公分处压一条线，对不对？可是我在车的时候会车在3公分过来一点点这样子，个人习惯啦。你看你自己要画几公分，还是你根本不想压线都可以哈。也就是说，我压完之后，这个翻出来这个部分，你要留多长，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一定说你完完全全都要照版型，好，都可以。好，我两边弄完之后，我们要来车口袋了哈。那你的装饰线一定要先车，我们要拿出这个奇奇怪怪的形状，好，就长这样子，好，这里开的这一片。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后面呢？我有画2条线。等一下我要对准这2条线，这2条线是哪里呢？这2条线，这2条短短的线跟中间一个洞，这个中间的这个洞就是口袋的地方，我们手要伸进去的地方，就是放东西要进去的地方，上下就是固定这个袋子的地方，这样懂吗？所以你这2条线也一定要，我在那个版型上好像写的是缝合线还缝纸线那一类的，你们看一下，我下没给起啊，因为我版型是前2天那个画好的，好。然后呢，我们要从哪里接呢？你不要乱接一通哦，哈，请你冷静一点，因为我们这一片最后是要在它的这一边，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这样比一比之后再把它翻过来，你不要乱接，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口袋怎么跑来外面了。所以它的方向是有点重要的，所以这卡袋子不难，哈，难的就是这个方向性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点，这个画线的上面的点，就要对准后面这个梯形上面的这个点。这样知道吗？然后下面的这个点呢，你会不会觉得不好对？哇，我这样好难对，不用担心哈。你可以上面的这个点对完之后，然后下面的这个点呢，我们刚刚不是这里有一条线，你就这条线跟它这样对的差不多。它这个点，你看到这条线跟这条线有成为一直线的时候，你把这个点固定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跟后面一样，它就在后面这条这个，你有没有看到珠针？好，珠针在这里，有没有？它就会跟它一样，所以你就上面的点对完之后，中间这个点你不要太认真对，没有关系，不要担心不好对。你只要在下面的这个线，然后跟着这个线，它成为一直线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车。好，安内卡好车啦，你敢知？你搁底下对那个点，那个点又要对那个点，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怎么那么怨念啊？都对不好，有没有？这样很好车，哈。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口袋这个位置一定要保持平整，那上下一定要回针哦，哈，因为你的口袋比较不会裂开，哈。然后呢，这个点你不要吼，好，我对好了，你的欢喜一点，请你爱冷静，哈。你这个点对完之后，我们先把这支珠针一样把它插着，之后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来旋转它，哈，要把它稍微转过来，因为我们这一条线要跟这一条线合并，所以就是这个点，我们针插进去之后，我们的缝针插进去之后，把珠针拔掉，然后呢，我们要来顺着车这个弧度，好，把布拉过来哦，上面就不要管它，你把布拉过来，然后顺着这个弧度车，来，刚才就这样把它缝合起来，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有没有？
开开的，然后这下面已经合并起来的东西，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是口袋的一边你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口袋另外一边要怎么车呢？这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车口袋都要注意一样的事项，只是以前大家不太用这种方式做袋子哈，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怎么突然有点难度？那你只要学会的话，你连衣服哈都可以运用在衣服上这种口袋的方式。我们把这个袋布的部分呢，跟这一片梯形，刚刚这一片梯形呢合并一起，好，合并一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缝缝的地方车起来。上面就可以先车起来，车到哪里的时候要注意呢？车了2公分你就要注意了，还得要注意一下哈。车下来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车到刚刚那一块的袋布，因为这个袋布是不是直接折过来？好，你们可以边看影片边车哈。我们不要小心，不要车到这个袋布，我们只要车缝缝的地方哦哈，因为有些人拿了就车了就会车不好，车到另外那一层去，不要，我们只要车缝缝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稍微把这个布这样稍微拉开，稍微这样把它拉开，然后只要拉这一层来车，拉这一层车，你不要用力往你的方向拉，这样你会拉伸，你只要把它拉开来，把它轻轻放着，不要用力拉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车过来，然后你不要很紧张，说你一定要一针到底，没有不必要哈，我们就是车到哪里拉到哪里，好，把它拉开。然后我们要车到哪里为止呢？车到刚刚的这个从下面起点的这个位置，好，车到那个洞口，洞口有填满就好了。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全部的难度其实就这个，全部就这个比较有难度一点啦，其他都很简单。好，你放心，你看看哦。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袋布的部分，这边一片，这边一片，哈。这里就不会车到，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件什么事呢？要来压线。压线的时候呢，你不要乱压哈。这个地方就是要比较复杂，把你的口袋布两边分开来，好，像蝴蝶一样把它两边分开来。然后呢，我们来压线，这一片就是不能压到哈。缝缝导向中央，好，导向中间边，好。然后我们来压0.1，然后这一片不要压到哦，慢慢的车。然后你在车到这边的时候，要车到比较靠近你的袋口处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把后面的这个里袋后面的这个口袋布呢，把它拉，尽量拉过去一点点哈，迈回痛出来，好嘞，就这样。好，这边不要车到哦哈，所以你的口袋要分开。那我觉得说有时候哈，你会一开始没做过会觉得比较难，不要看到就怕，你车不会再怕都还来得及，不要说你光看就说哎呦这个好难我不会，核心美你没有车过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啊？好，对不对？所以就是不要说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前挨起来啃我吧，那还蛮没意义的。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缝缝压好之后，把这个装饰线压好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口袋呢，它对的差不多。嘿，我有点对不太齐，好，没关系，对不太齐没关系哦，可能是剪布的时候跑掉了，还是你刚刚缝缝的时候呢拉的比较过来，都有可能发生啊，就把它对齐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口袋的这个边缘，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口袋的边缘？好，就把它车一圈，像这样车一圈，车到哪里嘞？车到上，你可以上来这个缝缝这里把它车住。啊，不要一直车过来哦，哈，你要到缝缝为止就好了。那如果你为了美观，你还可以把这个缝缝修掉哈。反正有时候你两边缝缝留不一样，车起来也会有一点点差距。好，这样我们的口袋就完成了。你看看哦，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口袋，然后手就是可以伸进去，有没有看到？在这里，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侧口袋了。那它的难度。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你只要注意几个要诀就好，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剪切线的关系，所以即便加了口袋，好，版型的关系，所以即便你加了口袋，也不会影响这个袋子的立体感，好，像这样子。那如果你们平常自己要车在平面的袋身上面也是 OK 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车另外这一边，好，就把这边也车起来。这样会很难吗？应该还好吧。慢慢看哦，不懂你就多看几次哦。那些外国朋友们，你们一直要我翻译，我如果会讲英文跟西班牙文，
我就会跟你讲了，我就是不会讲，好不好？所以你们其实慢慢看也是可以多。我其实讲这嘛不好啊，恁就听无。我嘞，我跟你们解释这么多，你们也是听不懂。我只是想说，很多人外国人留言哦，说需要翻译，可是也有外国人留言说他不需要翻译也可以看得懂啊。所以就是有心要做跟没心要做，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好，我们把这边接完之后呢，一样从正面压线哈。那压线的时候，你要注意要把布料张开，你不要乱压，压了之后它就变平的了，你这边就吃掉了。好，一点点弧度哈，就可以改变一个带型。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弧度张开来。车完之后呢，我们再把上面这个口袋的部分呢，跟袋口，好，口袋的上方跟袋口压线，把它固定起来。那你在压这条线的时候，你把你的带子呢弄成一个弧度，这样你就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平，好，你的带口有没有平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就把这个把带身弄成一个弧度，然后就顺手剪个中央线。那中央线你就要对好了，把这个梯形的地方对好，然后剪个中央线。我们就要来车什么呢？就要来车这个带口的部分。好，那带口的部分就像这样，好，直接配色。那带口的地方，我们也是要记得把中央线先这样子，然后把中央线先剪牙口，把它固定出，把它牙口标示出来。我好几天没拍了，公到出皮了，人每次都这样。然后呢，你中央线把它对好之后呢，其实我也不会用珠针，我就会直接像这样子把它分成2段，这一段是直的，这一段就弯过来，安尼就好啊。那如果你要别珠针，你就自己别。只是如果我还别珠针，我要车到民国几年啊？然后你车的时候要小心，你不要车的太过来，把这个弧度给压住了，你就车在这个边缘上哈，就是它的缝缝要车的刚刚好哦哈。你车的刚刚好比较漂亮，如果你太多或太少，都会觉得没那么水哈。也没有说不行，只是没那么漂亮。那我们车的话，当然就是可以的话，在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范围下，我们就是可以车漂亮一点。好，然后车过来，然后边开来看吗？刚刚好，有没有？这样子就很美，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后片也是把中央线做出来。其实口袋的部分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也没什么难的了。就接下来就是正常程序，有没有？把一个袋子车好，这样。这个袋子啊，我做了好几个颜色，几乎每一个颜色我都好喜欢，因为是我努力配色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做到好看的哈，就点点的布料很百搭。当然这块布这个袋型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布料去做。那因为点点的布料，第一就是它颜色多好搭配，第二就是说它接受度比较广，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我就会用比较基本的布款去做，我就不会做一些奇奇怪怪很有设计、很个人风格的那个布料哈，就是觉得说大家看了先能够接受哈。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哇难度好像很高还是什么的，有时候布料花哈，你一看到在车什么地方你也看不懂。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什么嘞？把这个提袋放上去，提袋，你对，好，提袋就把它放上去，提袋先固定好哈，等一下你比较好车。差点忘记我的闹钟又响了，忘记这个时间拍哈，我的那个提醒的时间有那个设闹钟就会响，它就会暂停录影。好，然后呢，我们把提袋车完就像这样子，那两边的提袋都要把它固定上去哦。好，喂，中央线呢？一起对，这样。有时候牙口剪太小哈，就会看不沙污哈，你们就可以把牙口的部分做大一点，把中央线的牙口，你看在这哈，很小。然后呢，再把提袋固定上去。那提袋呢，你想要用整个都用配布啦，还是整个都用主布啦？其实都是随便你啊。只是说，如果我们有配色，就当然就是给它配一下，反正也没料什么钢，那还蛮简单的。
好，提带固定上去之后呢，就要来把里部的这个带口也把它车一车，知道吗？那里部的带口呢，我们也是中央线都要先把它剪好哈，然后就把它对好。掐起来，其实接下来都还蛮简单的啦。有些人他带口滚边车的不好哈，那我们等一下就照这样的方式来车，应该都不会太差，好不好？就慢慢车，一步一步慢慢走，不用急。车这个不要拉哦，你一拉它就会变形哦，然后那个带口也会松掉，好，带口一松掉就不好看。那你们可以利用，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反正你的熨斗还开着，你可以稍微先整烫一下哈。要怎么整烫呢？你里部的地方，你可以把缝份往上，也可以往下，里部比较没差。可是重点是表部，表部的地方呢，你的缝份就要往上哦。我看我熨斗烫的时候呢，我来给它稍微压一下好了，因为你给它压一下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等一下比较好车。哎，你们这样看着那个画面会不会有点无聊？好，我回来了。好，我们现在把那个缝份稍微往上哈，等一下会比较好车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表部跟里部呢缝在一起，带口部分先缝在一起，好，像这样。然后呢，我们不是也有留那个也有做中央线的记号吗？就把中央线对好，把它掐好后，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噔噔噔噔。最近早晚有一点凉哦，大家骑车的时候要注意多穿衣服。空档时间贴心小叮咛有没有？然后呢，因为它有一点点弧度，所以我们要在远处的地方剪一点牙口。好，等一下我们翻到正面才不会背背，这就不用太认真剪了，远远剪一下就好了。接下来呢，如果你要让你等一下好车一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点处理，就是把你的这个缝份呢。如果你懒得去用熨斗，我现在是教大家说，你懒得去用熨斗的话，你可以这样。如果你有熨斗，你当然可以现在先烫好，要不然你也可以把缝份导向右边，然后呢车0.1，把它先压起来。好，然后呢，它很莫名其妙就会变得很平整，有没有看到？都不会碰，有没有？等一下你就好处理很多。好，那我们再把另外一边也车起来。因为那个是在里部的地方哈，所以如果你不介意多一条缝线的话，你可以像那样子把它车好，车个0.1压线，它就会变得很平整。好，车完之后一样要记得什么？剪牙口哦，哎，你刚才，你看，如果你不压线的话，它就会像这样碰，像这样碰。等一下你要车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车，好，就是可能要别很多珠针。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你没有熨斗，或是你懒得去用熨斗的话，你就可以像这样子哈，压个，哎呦喂，我的线走起，上线。自顾自的跑，现在真惨，成交拢爱成一波股。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哈，穿久了就是靠感觉了。哎呦，今天的感觉不好，就是穿线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凭感觉，因为我总不能一颗大头跑到镜头里面去穿线吧。所以我就都要远远的穿线，有没有？靠着我的那个千里眼。好，来，我们来压0.1。好，像
像这样子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就变得很平了，它就不会这样碰碰。然后呢，我们快要完成了哦，也没想象中久嘛，还好。然后呢，这里时候也是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个表布跟带口的这个连接的部分，这2个点你一定要对好哦，你不对好的话，它就会变很丑，知道吗？你一定要把它确实的对好，好，它的高度要对好，不要让它上下哈，不要上下参差，你就是确实把它对好。这边也是一样，这表布这个地方你其他都可以不用管它，你就这个地方你就一定要管它，敢不知？就要把它确实对好，这样比较顺手。好，你要确实的对好它，不要高低的。这样，这样好像有点高低耶，有没有？打开来看看，很漂亮。好，然后我们来开始车的时候呢，这个带子你一样要留一个这个反口在带底，可是我不会从带底开始车，我会从侧边这里开始车。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要确保这个地方有接得很漂亮，所以我就会从这个侧边就开始车。然后呢，这样子你很只一点点的话，你就不太会跑掉。好，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车。然后呢，我们就把整个带子对好，然后慢慢的去车这个弧度。那你车这个弧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车到这个上这个圆弧的地方，你不要车上去哦，你要把它对好，那个缝缝你要对好，好，不要车到那个弧度。车到弧度的话，你就会觉得正面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那个线条就没有那么漂亮。好，也是把它车刚好就好。然后继续车过来，然后呢，再把它车到哪里呢？车到我们等一下要留的反口为止。反口就刚好留那个梯形的大小，梯形底部的大小。然后这边呢，我们再从这里再车一次，再从这里接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万无一失哦，就会很漂亮。就是这个边线呢，你就比较不会跑掉，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也不用执着说我一定要一笔画，有没有？这不是在说玩一笔画游戏，说我一定要一线到底，不需要哈。所以就是那个像这样子，像这样去车。现在说一线到底，都会想到我前几天带我女儿去看那个什么一丝到底，蛮好笑的。好，这样子车了这样一圈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反口，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有弧度的地方缝缝把它减小，甚至你要剪牙口都可以哈，把缝缝的地方把它减小一点，那个弧度的缝缝，好，把它减小一点。这样你翻到正面比较漂亮，还是你要像这样，剪牙口哈，都可以啦，不剪也其实也还好，不会，它这个大弧度哈，没有说到很小的弧度都还好。然后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嘿咻，你出来吧，孩子。那如果你要有熨斗的，你可以先在旁边先把你的缝缝先烫开。好，哇，你看超美的耶，黑色配紫色真的还蛮漂亮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一件事，就是你先把这个缝缝打开。好，从这里呢，你翻到正面之后，把侧边的缝缝这里打开，带口的部分哦。好，注意看，把这个缝缝打开。其实你不打开也不会怎样，只是我觉得它打开比较平整，比较好看。打开之后用手把它捏住，之后赶快用强力夹夹住，跟用珠针别住。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正面就会比较平整，比较漂亮。所以如果你在还没有翻过来之前，你也可以先用那个熨斗先把缝缝烫开，有没有看到？因为你这样子要把它翻开不好翻，所以我们就是再把这个洞挖开来。好，从这个洞的地方把缝缝打开，好，把整
这条缝缝打开，打开这一段之后，把它翻过来，注意看哦，好，翻过来，然后用强力夹先夹住带口部分，再用珠针夹住这个位置，别住这个位置，这样子。好，这样我们就等一下左右两边的缝缝就会比较平。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把这个地方别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车固定哈，带口要固定，不然它就会像这样开开的，像这样把它固定好。然后要来车这个带口的部分呢，你不要这样车哦，这样车不好车，把它翻到背面来，比较好车。从正面固定比较好固定，从翻到里面来，这样比较好车。好，我们就翻一下，可以轻轻的哦，不要把你刚刚别的珠针给抖掉了，你就还要再来一次。然后呢，我们就从侧面先车上面的装饰线，先压上面的装饰线，然后把它推开推平，先压好0.1就好了。如果你不想压，当然也可以，没有人说不可以哦，这看个人习惯的。可是下面那条线你就一定要压了啦。慢慢把它侧过来。好，然后呢，再车另外车下面这个，下面这里。那为什么要从上面先车呢？因为你从上面先车的话，你才能够顺利的把它拉平来。你看哦，像这样，你上面因为已经固定了，你现在这里要拉，你才能够保证它不会被翻过来或翻过去，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就是它一个那种固定，它已经固定好，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平平顺顺的这里这样拉开来车。不然的话，如果你上面没固定，你很容易翻过来又翻过去，就是那个缝缝那边上面没有固定好，你可能这个间距反而没有办法车得很漂亮。我嘛不要讲那边那讲那个尴尬，有时候你车的丑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车起来。你车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呦，我刚刚为什么不先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反而我要解释有点难。那如果你在车的时候呢，你刚刚没有先用熨斗烫，然后你车到这里的时候，缝缝它没有往上，那你该怎么办呢？好，那我先告诉大家该怎么办。把你的手从缝缝里，从反口这边穿进去哈，然后去摸那个带口，再把帮忙带口缝缝往上推，知道吗？好，就是你的手伸进去带口里面，帮他把缝缝往上推，然后再把它抓平，这样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刚刚有先像我刚刚稍微压一下，那现在你就好车很多，因为它几乎就不太会往下。那别珠针的用途呢，就是说让这个带口不会，上下能够比较对称，才不会那个带口看起来好像斜斜、歪歪、转，你听懂吗？就有点歪歪的，好，车一圈完成了。其实小的地方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当然很多人他不会去管这边啊，有车起来就好。只是说，毕竟我就是车给大家看，该提点的地方我都一定会讲哦。所以就是很多人就说你怎么可以一直讲话讲得没完啊？没办法，因为要注意的地方很多，要注意的细节我不讲的话，我会觉得害你们害大家车不好，我会觉得蛮难过的。虽然你们车不好没我的事啊，不过我就自己就觉得说，我可以提点的地方，我当然要讲一下，这样好。所以管你们讲我话多不多，我想讲我就会讲。我觉得该讲的地方、该注意的地方，我就一定会讲。好，来给它翻到正面去，我们的带子完成了。我现在要给你们看的是，这个侧边，你有没有看到？你有对好的话，它看起来就比较漂亮，有没有看到？就会很顺。
然后呢，带底的地方，因为弧度呢，我们有剪的比较缝缝有减小，还剪了牙口，所以这个弧度就会比较自然，好，不会产生角度。再来就是这个底的部分，你不要车住，好，你要车刚刚好，这个底就可以收尾就可以收得很漂亮。你看开头跟收尾都很漂亮。然后呢，这个口袋的部分，它可以放一只手机哈。那因为我的手机现在正在录影，所以呢，我拿遥控器给你们看哈，它还蛮深的，东西放进去，袋型也不会变化，好，也不会变，不会说因为放了很重的东西，还是放了比较怎样的东西，它的袋子就歪掉，都不会，好。然后呢，因为版型有连接的关系，所以这里不会产生剪接线，看起来就很细致，有没有？整个感觉就比较高级。那如果你们都不喜欢有这个弧度的话，做起来就会像背面这样子，也是蛮好看的，不会难看。那一样是，就是说，因为它版型，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哈，版型指型合并啦，你的指型合并之后，它会产生天然的，不是天然的，比较自然一点的弧度哈，你都不用打底哈，也不用那个，也不用做一个底部，它本身它的容量就变成还蛮大的，你看，好，然后里面呢，你可以自己加口袋哈。就是自己加口袋，还是你不要加口袋，当然都随便啦。那像这样子的这个袋子呢，如果你是有点装饰，当然就更可爱；不要装饰也是很漂亮。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你不要怕学新的东西哈。我们学新的东西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成长，对不对呀？好，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呢，赶快做一个吧，拜拜。